我就是走失了40年，今天才被找回的豪门真少爷。我从小受尽了白眼，尝遍了人间苦楚，幸好被好心人收养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多年来，我披荆斩棘，创立了周氏集团，成为了亿万首富，心中却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我的家。今天终于实现了。爸，我还是有些担心，你走失了40年，他们怎么今天才来认你？是啊，如果他们是贪图爸爸的身份，怎么可能等到现在才来认亲呢？好了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血浓于水，怎么可能害我呢？进去吧。什么？你说让周和年去替你哥顶罪？妈，咱家的公司被告了，如果不让周和年去顶罪，那我哥，哎呦，我哥可就要进去了。难道你想让我哥在牢里过年吗？秋霜，这样不好吧？大哥毕竟是爸妈的亲生骨肉，怎么好意思让大哥替我去坐牢呢？他都40多年没回来了，早就不是林家人了，就给他点补偿算了啊。哎，爸，你说呢？我们林家绝不能亡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除夕夜，我们要不要给爷爷奶奶准备一份新年礼物啊？小王，我之前让你投资的那个孙氏集团，是不是林氏集团的竞争对手？是的，把投资给孙氏集团的10个亿全部投给林氏集团。可董事长，之前我们调查过，林氏集团的业务能力远不如孙氏，投资他们，我们的钱可能就打水漂了。但林氏集团是我亲生父母的公司，我不能不管。3天以后，召开一个新年合作宴，我要把周氏集团扶持林氏集团的消息昭告天下。是，董事长，要不要陪您进去？不用了，我们自家人说说话，你在门口等着就行了。是。刚才啊，奶奶打电话的时候可高兴了，肯定在门口迎接咱们呢。走。这就是你说的迎接？可能他们都在做年夜饭吧。哎，行了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我去敲门。今天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？真的要和年去顶罪吗？顶罪？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？真的要和年去顶罪吗？你说你们怎么突然来寻亲？原来打的这个主意。瑞儿，你干什么了？爸，你刚才听到没？他们刚才说和年。啊，和年，妈妈终于见到你。和年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。我终于见到你们了。回来最好，这是我们林家第一个团年年。你们少来了！爸，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他们说要让你替他们去顶罪。胡说什么呢？小小年纪就学会说瞎话了，这是有什么样的爹，有什么样的女儿啊？你是哪位？她是你的妹妹林秋霜呀！少来，我才不是她妹妹呢，我只有一个哥。哥，什么哥？你们家不就只有我爸和你2个孩子吗？和年，你走丢以后，我们就收养了程生。这些年，要不是他陪着我，妈都活不下去了。妈，你提这些干什么？今天大哥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大哥，新年好！过年好。哦，难怪这么多年不来找，原来是有平替了呀。爸妈，多亏你了。大哥不在，爸妈就是我的亲生父母。哎，蓉儿，赶快过来，给你大伯打个招呼。
我才不要呢！一个没人要、被弃养的孤儿，不可能把他叫大。柔儿，说什么呢？不许无礼！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们回来不就是想分我爸的东西？赶紧滚出我家！我家不欢迎你。是你爸爸，我爸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。要说没人要，你爸的亲生父母到现在也没人找。我看他才是孤儿吧？玩什么？竟然敢说我爸是孤儿！你跟你爸一样，来这个家都是为了要钱吧？告诉你，一分都没有，没人要就是没人要，你们就是这个命！柔儿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没人教育你，我教育你！再让我听到你嘴里不干净，我打到你说不出话为止！爷爷，他才刚回来就敢打我，要是让他待在家里，还不知道怎么欺负我呢。够了！周恒年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啊！不尊敬长辈，不爱护姐妹，还对自己的妹妹动手，你就是这么教他礼数的？我倒是觉得月儿没错。还是我爸向着我。都是我不好，把孩子给惯坏了。柔儿，快给你大伯道歉。凭什么？是他打了我，我不要。对不起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那么计较呢？瑞儿，你快过来，奶奶有新年礼物给你。来，月儿，去吧。瑞儿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我和你爷爷也没有照看你。这条手链就当是新年礼物送给你。这可是法国知名珠宝设计师路易斯设计的璀璨之星，上面镶嵌了1200颗碎钻和一枚价值100万的格拉夫红宝石，全世界就这一条。我之前一直缠着你奶奶求她给我，她就是不肯，原来是留着给你呢。月儿，我再让试试。对不起，我不带假货。瑞儿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奶奶怎么可能给你假货呢？手链上的钻石都是人工钻，红宝石火彩不够，还漏着，跟真正的璀璨之星两模两样，是个彻头彻尾的赝品。瑞儿，你还懂鉴宝？我不懂。装模作样说了半天，原来不懂，在这儿纯靠瞎猜呢。侄女儿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这条项链是你奶奶专门给你留的，你怎么能平白无故冤枉她说这条项链是假的呢？多伤奶奶的心呢！虽然我不懂鉴宝，但我很确定这就是赝品，因为真正的璀璨之星就放在我家。什么？所以这个假货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。你小年纪就学会吹牛了啊！你能有璀璨之星？我现在就可以找人拿过来给你们看看啊。好了，既然孩子不喜欢，那就算了。那这样，你想要什么？奶奶就给你什么。行啊，大过年的，先给我包个20万红包吧。20万，太多了吧？多吗？我爸妈之前过年都给我包1000万的红包的，这已经很少了。好大的口气啊！1000万红包，你怎么不是几个亿呢？蕊儿，不是奶奶不给你这20万，只是现在家里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这一时也拿不出来。要不这样吧，等过段时间人家好转了，奶奶一定给你。20万都没有，行吧，我换一个，那我就要这个。你想要我的项链，你也不看自己配不配？你这个鸠占鹊巢、没有自知之明的癞蛤蟆怎么办？我这个爷爷奶奶的亲孙女，难道不能？奶奶，你看他。蕊儿，你要是不喜欢这条手链，奶奶可以再给你买新的。不，我就要他脖子上那条。我爸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我是你们的亲孙女，他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周蕊，够了，给他。爷爷，这条项链是你们从法国给我带回来的，我出国游学的时候都带它呢。给他。
回来，fuck。你说什么？ I'm talking about you. You're stupid. I'm princess and you just a countryside girl. Alright, stop talking. They will get suspicious if we say more. What are you afraid of? She's just a countryside girl, and her father is homeless. She can't understand. I hate these two idiots too, but we need to make them to take the blame. We have to run an act in front. Take the blame？ 你会英语？我要是不会英语，就听不到你们说实话了。你们找我爸回来，就是想让他给你们顶罪是吧？何年，蕊儿一定是听错了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你，怎么会让你去顶罪呢？啊，大哥，这孩子们说的话你可别介意啊！你不懂英语，总不能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吧 You guys, are they in? 周和年，你也会英语？爸，我问你们，林程生让我替他顶罪，是他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们的意思？既然你听到了，我就直说了。程生在公司上出现一个失误，我们林氏集团面临巨额赔偿，这笔钱我们出不起，所以我们家必须有一个人给程生顶罪。周和年，委屈你了。你们居然让你们的亲生儿子给杨子顶罪！他鸠占鹊巢这么多年，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爸的人生，现在居然还让我爸替他去坐牢！你大伯现在是公司负责人，一旦他坐牢了，公司就会瘫痪，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我们柔儿还这么小，他爸一旦去坐牢，他怎么办啊？周围同学会怎么看他？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你怎么忍心让他一个小孩子失去父亲呢？说什么呢？蕊儿和柔儿的年龄相近，你们担心柔儿没有爹，那蕊儿呢？你们把她放在什么位置？蕊儿，我们可以照顾。让你去顶罪，你肯定不管，但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决定。你是林家人，必须服从。不过我们可以给你些补偿。补偿？真是可笑！我会把我手里林氏集团5%的股份给你，公司的法人几乎就是你了。这个条件你还满意吗？让我当法怎么样，周和年？你看爸多看重你啊！这可是实打实的公司给你的。就是啊，哥，你看你这才刚，爸就让我把法人让给你，可见爸对你有多好，你还不谢谢爸？谢谢，是该谢谢你们，谢你们这帮混蛋，让我爸当法人，去给你们当替死鬼。这法人这么好，你们这俩捧哏怎么不当？你这老东西怎么不当？周和年，你看看你女儿，不懂尊长，大好年纪居然敢辱骂长辈！妈的好啊！你们还怎么地？还说是我的长辈，你们哪来的脸说这话？周和年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们大过年的请你们来家里团圆，还好心好意的给你们钱，你倒好，还教训起爹来了。今天看我不好好的教训你们！你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就凭你还想教育我女儿？只要有我周和年在，没人能欺负我女儿。既然你们没有把我当做亲生儿子看待，对我没有亲情，只有利益，那这个亲我不认也罢。女儿，我们走。和年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你弟弟就要去坐牢，我们林家就彻底完了。周和年，你还要把我们逼到什么地步？难道让我和你妈跪下求你吗？那老曹操，我给你跪下啊！就算你这个当爹的求你了，够不够？你这个不孝子，大过年的你让咱们跪你，你不怕禽兽吗？哥，看不惯我可以给你下跪道歉。为什么要把爸逼到这种地步？和年，你爸都给你跪下了，我们全家都在求你，应该满意了吧？本来和和美美的一个年，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？你就不能帮帮我们，
就帮我们这一次。好啊，俺是一家人，我不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又何必帮？不孝子，说你这不孝子！喂，是我。什么？谢谢，谢谢，一定要帮我好好感谢董事长。爸，周氏集团给咱们投资了10个亿，咱们林家有救了！咱们林家有救了！哎呀，怎么把投资林家的事给忘了？周氏集团撤回了给孙氏的投资，把给孙氏的10个亿投给了咱们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太好了，我们林氏有救了。周和年，在我们林家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居然选择冷眼旁观。既然你对我林家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你走吧，我们林家的财产，你别想得到一分。真是好演技呀！刚刚还下跪逼我爸替你们顶罪，拉到投资就翻脸了。你们联合起来算计我爸不愿意被算计，就是无情无义，论不要脸，还得是你们林家人。你少啰嗦！周和年，让你刚刚不识好歹，我们林家可不欢迎你这样的不孝子，从我们家滚出去！正好，我们也不想待在你这无情无义的地方。我真没想到，林家居然是一帮唯利是图的小人，这钱不是也罢。爸，马上联系助理，让他们现在就撤了对林家的投资，我看他们还怎么得意。不，新年合作宴照办。为什么？爸，一旦你助理在合作宴上签了合同，这笔钱可就是林家的了，再也拿不回来了。因为我要在合作宴上赚钱。老公，芷儿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要在林家过年呢。怎么了？这是不是去认亲吗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妈，那林家人真不是东西，跟我爸除夕认亲，就是为了让我爸替他们的养子顶罪，让我爸替他去坐牢。什么？所以才不让你去，就怕我爸不答应。要不是我们发现的及时，我爸这辈子都要被他们给毁了。老公，别难过，你还有我和孩子陪着你呢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就这么做。王总，给我准备一份断亲合同，3天后的新年合作宴上，我要和林家做个了断。新年快乐！爸妈，我先过去聊。你们聊。哎呦，林太太，这皮肤最近怎么这么好？用什么呀？聊什么呢？恭喜林总一步登天呀！过奖过奖。这刚刚新年，林总就拉到了周氏集团的投资，林总果然是非同凡响。这以后挣了大钱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朋友啊！哈哈哈，好说好说。话说林总是怎么拿下和周氏集团的合作的？我可听说了，那个周董最难搞，只要他不愿意的项目，没有人能谈得下来。这还用说？当然是因为周董欣赏我哥的能力。我哥啊，从小就天资过人，我爸还经常夸他，说他才应该是我们林家的亲生儿子呢。没错，我爸就是厉害，可比一些不要脸的吸血鬼强多了。哎，来。合作愉快哈！谁让你们来的？我们来自己的宴会，你也配质疑？你一个白眼出现在这里想干什么？怎么，隔了几日后悔，想重新认亲？我告诉你，晚了。我们已决定认程生当我的亲儿子。你和你女儿永远别想进我家门。谁稀罕当你孙女儿？可笑！
爸，今天可是我们跟周氏集团的新年合作宴，他们2个人留在这儿，这等下董事长来了会怪罪我，这万一耽误了签约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你说的对啊，来人，赶紧把这2个混蛋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个自私自利、没有孝心的白眼狼，还在这大呼小叫的啊！动手啊！你们敢动我爸和我一下，今天让你们全都吃不了兜着走！口气这么大，怎么？你以为他是周董事长？没错，我就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是董事长？真是笑死我了！周和年，你怕不是因为爸把你赶到家门，所以精神失常了吧？周和年，真的好大的胆子哦！周董也是你能冒充的哦？爸，周董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周董看到有人在冒充他，肯定会生气的，到时候我们的合作就全完了。白眼狼，真是个白眼狼！我生了他，他现在想害我，这就是你生的好儿子啊！和年，你还是走吧，妈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冒充周董事长会毁了林家的。要和你们说多少次，你们才能相信我爸就是董事长？够了！我们的新年合作宴绝对不能毁在你们手里。来人，动手！女儿，给我拿下！爸，爸，你们放开我爸！你们放开我爸！我爸是对你周氏集团董事长，你还嘴硬呢？啊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人。你们父女俩怎么这么可恶啊？就非要毁了我们林家才甘心吗？畜生，你真是个畜生！我怎么生你这个不孝子，连程生的一个手指都比不上？不要你果然是对的，像你这种丧东西，谁沾上知道？我周和年就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这次来就是跟你们断亲的。断亲？你也配？我生了你，要断也说我跟你断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等我们跟周董事长签了合同，我就把你正式逐出林家。你们还想着签合同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等的就只有一份断绝书，不是什么项目合同。爸，你看他，事到如今还在诅咒我们，这样的人留着他更是不要。真是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打，狠狠的打，给我打死，丢出门外！爸！王总到！太好，周董事长的助理来了。周和年，我看你还演到什么时候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乱？董事长呢？啊，董事长？没见到董事长呀。是啊，王总，我没有看到周董，倒是看到一个冒充周董的人，我正在教训他。什么？居然有人敢冒充我们董事长？没错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教训过他了。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冒充我们周董？就是这个孽障。周董，周董，怎么回事啊？周和年是周董事长？周董，爸，你没事吧？王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，他怎么可能是周董？住口！你们一群什么东西，敢这样冒犯周董？你们这群势利的东西，赶快给我爸道歉！和年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都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你千万别怪你爸爸和家人啊！哎呀妈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我看呀，这个王总就是冒充的。什么？你说我是冒充的？我可是周董的助理。你是周董的助理不假，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是周董。所以，你指的是周和年请来演戏？对，哥你说的对，差点就被他们给骗了。王总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可是周董的人哎，
怎么能和个骗子干这种事呢？你就不怕被周董怪罪呀？喂，我到底要怎么说，你们才能相信我的身份？除非你能拿出周董答应给我们的合同。对，好说无凭，把合同拿出来。都大难临头了，你们还妄想有什么投资合同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们彻底死心。周董说了，要给我们投资10个亿啊，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要我们死心，凭什么？凭你这张嘴啊！知道我们林家攀上了高枝，心里不舒服，所以找周董的助理来陪你演戏。穷人就是穷人，真让人恶心。根本没有投资10个亿，周董要取消对你的投资。这份合同根本不是什么投资合同，是断亲合同。断亲合同？怎么？现在知道了？你当我们林家人是吓大？周董要投资我们林家，其实你们这帮蠢货能够破坏的。你们一帮蠢货！喂，你个骗子，还敢骂我们呢？今天要么拿出合同，要么就滚出去。等周董来了，看我们告你住！小王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把合同给他们。是。装腔作势，我今天就看看周董给我们的到底是你们嘴里那可笑的断亲合同，还是投资合同。断绝关系协议书？怎么可能？竟然真的是断亲合同？难道他真是周董？这就是周董啊！这下林家不仅合作泡汤了，周总还要和他们断绝关系，他们一家算是完了。现在后悔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晚了。我爸已经决定和你们断亲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再无任何瓜葛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冒牌货，差点就被你给骗了！竟然敢拿断亲合同冒充我们的投资合同！爸、姑姑、爷爷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。我看呀，这合同也是伪造的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既然王总在骗人，那这份协议肯定也是伪造的。还是我们柔儿最聪明，差点就上他们当了。你们林家人真是蠢得可怜。秋霜，你跟他们废什么话？这家酒店的张经理认识真正的周董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他叫过来，当面戳穿这个假货。喂，张经理吗？你们酒店有一个人冒充周氏集团的周董，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。等着吧，张经理马上就来了。周和年，我看你还装到什么时候？还敢冒充周董，可笑！好啊，那就等酒店经理来，我倒要看看谁才是小丑。周蕊，我早就看不惯你这张嘴脸了，你到底在得意什么？你别以为你年纪小，我就不打你啊！我打！干什么你？还敢打董事长的女儿？王总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再帮这个骗子，否则一会儿张经理来了，揭穿了这个骗子，我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你们真是没救！冥顽不灵。哼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替周董好好管教一下他养的狗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给我拿下！这真的要动手吗？可他万一就是周董怎么办？你们这帮蠢货，竟然相信一个骗子说的话！你们还不动手？再不动手，我把你们全开了！给我上！住口！住手！张经理，你可算来了！这儿有个冒牌货，冒充周氏集团的周董，赶紧处理！什么？竟然有人敢冒充周董？人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不把这个冒充周董的混蛋给赶出去？你们打的是周董，你们林家完了。周董，今天是我管理不周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张经理，好得很啊！在你的酒店里面发生这样的事，我看你这个酒店经理是干到头了。通知下去，收购这家酒店，撤销他的经理职位。周董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有人来找你麻烦呢。周董，不是，
还演呢？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，我们林家都不想认得你，还帮他冒着红周董，你也不怕周董这么麻烦？你真是个蠢货！你别说你认识我。够了！我会让我的律师把新的断亲协议送到你们林家。还有什么话跟我的律师说？我爸分分钟几百万上下，你们这些垃圾根本不配浪费我爸一丝一毫的时间。我们走。哎，你什么东西？周和年绝对不可能是周董，他肯定用了什么手段，才让我们今天的新年合作宴泡汤了。我知道，明天我亲自登门去拜访周董，把这件事儿解释清楚，绝不能让周和年拖累我们林家。怎么这么回事？哎，周董，我终于等到您了。你是？周董，你贵人多忘事，我是。你是？您是上次来周氏拉投资的刘氏集团董事长吧？哎呀，还是周小姐记性好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们带了特产，你们尝一尝。啊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那我就直说了，你上次说投资我们公司的事儿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投资要走正规程序。你的公司我们评估过，收益比并不高，所以我们没有投资的意向。你走吧。周小姐啊，你帮我劝劝周董，只需要帮我一次啊，我这辈子呀，千倍万倍的感恩你的大恩大德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想让我爸为难。罗总，您还是别在我们这里浪费时间了，您好好想想其他办法。周董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老丈人就快要破产了，我刘氏一旦破产，我两家全完了。你只需要帮我这一次，我这辈子给你单独做马，随叫随到啊，周董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是真的吗？赶紧答应啊！谢谢周董，谢谢周董。啊，但是啊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明天上午来我公司，带上你的项目方案，我可以给你一次阐述的机会。如果可以，我会帮你申请投资；但如果不行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女儿了。谢谢周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。行，明天啊，别迟到啊。是。爸，我总觉得这个人有点熟悉。老公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？我今天去谈了一笔大生意，出什么事情了？我们今天惹了一个大人物。什么大人物能把你们吓成这样？哎，周和年，谁？谁？就是我要认回来那个白眼狼。哦，你说是失踪了40多年那个大哥，他不就是个穷鬼吗？怎么可能是大人物？什么穷鬼？人家现在可是周氏集团的周董。什么？周董？可不是啊，现在我们把他给得罪了，他正要和我们林家断亲呢。
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怎么觉得他就是周董？那酒店经理都出来作证了，应该不能有假吧？我看你们是上当了。我今天呀，刚去见了周氏集团的周董，人家周董气场非凡，你们见到的呀，绝对是别人冒充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被骗了？没错。我就说那个土包子怎么可能是周董？爸，我们果然被骗了，他连酒店的经理都买通了。周董已经答应投资我们刘氏集团了，正好趁着过年呀，我带你们一块儿去见见真正的周董。老公，你拿到周氏集团的投资了。哎呀，好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女婿，我们林家算是有救了。不过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明天这笔生意对我很重要，你们谁都不能出乱子，尤其是哥。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哥怎么会搞砸你的合作呢？对呀，对，妹夫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帮我们引荐周董，我一定不会给你搞砸。你现在啊，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！哎，这周鹤年怎么来了？他也来这行入会，难道他真的是周董？周董，这是最新的单亲协议，律师已经拟好，并且已经向法院提交，不管林家人同不同意，最终都会生效。好，我早上还有个会，上去帮我准备一下资料。对了，通知刘斌，让他提前到达。是。老公，你看，那就是周和年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嘛，他到底是不是周董？喂，你好啊，你们稍等，我马上就上去。周董，你就催我了啊！等项目谈成了，我就引荐你们和周董认识。哎，你们先在楼下等我，大过年的，千万不要给周董啊带来不好的印象，记住了吧？放心吧，我们知道的。去。哎。没想到这周鹤年竟然也来公司，哎，他不会真的是周董吧？我老公刚刚不是说了，周董在楼上，他嘛肯定是知道我老公和周董要合作，故意来捣乱。说的也是，没想到这个周鹤年竟然如此歹毒，连我们林家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他也不放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爸妈的儿子，竟然这么处处针对我们，这个不孝子，绝对不能再让他胡来。咱们进去。我们林家人走到哪，你就跟到哪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还什么意思？你今天来这里不就来给我们林家捣乱的吗？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我还有事，没时间听你们废话。都站住你！有事？我看你是来捣乱的吧？哈！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今天就别想使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保安，保安！这里有个人想在周氏集团闹事，你们敢不敢吗？还想不想干？到底是谁在闹事？这个疯婆子简直是无可救药！你给我放开！我不松！我绝对不能让你毁了我们林家！哥，快上手！白眼狼，你真是白眼狼！我家怎么对不起你了啊？敢这样不依不饶的，你想害我这老骨头死在你面前吗？你给我撒开！你们林家人是不是一个一个都疯了？这不是我们周董吗？周董，你们在对我们周董干什么？快住手！周董。干什么？你们都是他请的演员吧？哼，周和年，你下血本了，赚的人多，欺负我们啊？什么演员？这是我们周氏集团的周董，你们在我们集团门口殴打我们董事长，信不信我抓你坐牢？嘿嘿呦，演技不错，还周董，我呸！我奉劝你们少管闲事，这个人他冒充周董，早晚会出事。我不管他给了你们多少钱，你们最好都离他远点，否则我连你们一块收拾了。这怎么办？保安呢？去把保安给我叫来。是。哎呀，厉害的你了，保安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这么吵？我上班第一天就给我惹麻烦。保安是吧？把这几个惹事的混蛋全都给我赶出去！你是谁啊？
我刚上班，我也不认识你啊。我告诉你他是谁，这个人冒充你们董事长。什么？你敢冒充我们董事长？不想活了？听好了，我就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现在命令你，把这几个人都给我赶出去。是。愣着干什么？快退啊！你真是董事长？我说你是不是蠢啊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他是冒充的，你聋了吗你？蠢货！堂堂周氏集团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废物保安啊？还敢骂人！我看你们几个才是胡搅蛮缠。不管你们是谁，我工作地方就不能闹事儿，赶紧走，否则我要动手了。哎，你还敢对我动手啊？你敢？你动下试试。我告诉你，我妹夫就在楼上跟你们董事长谈生意，他可是你们董事长的大客户。你得罪了我们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怎么怕了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滚出去！滚！怎么回事？周董怎么还没到？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周董是不是还在忙啊？他刚刚还在楼下，估计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你稍等一下。啊，没事。喂，啊，那个冒牌货又来冒充周董，还和保安起了冲突。你等着，我先下去。王总，楼下好像出事了。周和年，我老公马上就来了，就等死吧！你就说，你老公是刘斌？哎呦，就这还说不是来捣乱的，连我老公叫什么都查得这么清楚。周和年，这死到临头了你还笑得出来？我可是真佩服你的厚脸皮。我本来是打算放你们一马，只跟你们断亲，但是你们屡教不改，所以我决定对刘斌的投资撤销。周和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说撤销就撤销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没想到你如此不知悔改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回家。放弃，立马放弃！好啊，我这儿有一份断亲协议，只要你们签了，从此以后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签不签？从此以后，我们高点断，再有话，你再不是我们林家人。爸，不用跟他废话，这样的人多说一句都是恶心自己。拿着你合同滚吧！滚呐！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都做了什么？周董，您没事吧？老公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刚刚办了一件大事儿，我们替周董好好教训了这个冒牌货，而且啊，我们还和他签了断亲合同，以后我们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是啊，妹夫，你可得好好感谢我们。刚才这一幕呢，一定会让周董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你跟周董谈怎么样？顺利吗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要好好奖励奖励我的儿子。这一切都被你给毁了！老公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妹夫，你怎么好端端的还动起手来了？是啊，你雪，你就算跟周董谈成生意了，你也不能随便欺负我女儿啊！啊，你太不知我权利了！你做错了，知不知道？下个这到手的生意被你们给毁了！家完蛋了，你等着坐牢去！不是，老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演这个的人就是周董。你眼前这个人是周董。你说他就是周董？陆雪，你再好好看看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怎么还不承认？我说的话你们不信了？周董，对不起，周董，我来迟了，我真不知道他们在找你麻烦。
滚开！周导，你想要钱，你千万别动气，你只要还愿意投资我们，我还有他们，你随便打，你想怎么打都可以。还不赶紧认错，给周董道歉！他好像真的是周董。周董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就原谅我们吧。再怎么说，咱们也是一家人啊，对吧？一家人。你们刚才已经签了断亲协议，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哦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撤销了队伍的所有投资，你现在跟着他们几个一块给我滚进组织。不是，周董，说到底是他们犯的错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周董。他们犯的错，我给你道歉。你要还不满意，我跟这个女人离婚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没错，我就要跟你离婚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再也不想跟你们有任何关系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老公，我们不能没有你的。你再帮帮我们，我哥他不能坐牢的，老公。贱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听你哥说话呢，都是因为他，周董才回不了林家。我不仅要跟你离婚，我还要让你哥负责，我要起诉他，我要让他坐牢。不是，妹夫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还叫我妹夫？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一家这下完了。我们一定还有办法的。老公，我去求求周董，他是我亲哥哥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周董，不，哥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再给我们家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管好你老婆。你还要再找事儿？看看你这个丧门星！我错了，老公，我知道错了。别打了，女婿，你打死他也没用啊！你现在赶紧想办法补救啊！救！你们林家闯的祸，还想让我给你们擦屁股？他这以后都是你这个老不死惯的！刘斌，你竟然敢对我爹动手！你们一家都是贱人，怎么摊上你们这一起丧门星啊？完了，敢打你老丈人！老公，哎呀，哥，你就原谅妹妹吧，就看在我们都是从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求你了，哥。哥，求你了，一家人为什么要伤害一家人呢？周和年，就算我们错了，求你念点旧情吧。旧情？你亲自签了断亲书，我跟你们林家早就恩断义绝了。能有什么旧情？不是你们自寻恶果！难道你就一点情义不讲？情义？我跟你们还能有什么情义啊？周和年，差不多就得了，爹都已经给你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真想认错啊？周和年，你还不满意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哥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为了维护你啊。只不过没有认出来你就是周董吗？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为了维护我，你们维护的从来都只是那个代表着权力的周董。在你们心里，我周和年只是个工具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天人。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为了维护你啊。只不过没有认出来你就是周董吗？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为了维护我，你们维护的从来都只是那个代表着权力的周董。在你们心里，我
周和年只是个工具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天人。我有用，那我就是个好儿子；没用，那我就是个逆子。闭嘴！道歉也不行，讲理也不行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让我这个老头子啊，大庭广众之下再跪下求你！那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爱给谁跪就给谁跪。不，我跟他们林家任何关系都没有。我不同意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给我滚出周氏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人。周和年，周和年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天天蹲在你们公司楼下，我拿大喇叭喊，我就说你堂堂周董背信弃义，把亲爹和亲妹妹从公司赶出去。好啊，那你可以试试啊。到时候我就把你们兄妹两个一块送到牢里过年。你，看来老子给周董是一家子，想的硬是被人逼成仇人，我刘家怎么可能与这个丧为敬啊？今天就离婚，老子一天都忍不了，我净身出户。不行，老公，你不能真的跟我离婚，你跟我离婚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需要给老丈人一个面子，都是我们错，你不要和我女儿离婚。你还好意思让我叫你老丈人？你还好意思让我给你面子？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认养，谁有钱你认谁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刘斌，你家才刚刚落魄，你就别是吧？忘记了以前我们林家是怎么帮你的吗？这个畜生！你他妈没有利用老子吗？他妈难道没有利用我们家周董？林家今年挣1000万，都是你们自己作的，活该！老公，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相互扶持的份上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好不好？滚！需要给老丈人一个面子，都是我们错，你不要和我女儿离婚。你还好意思让我叫你老丈人？你还好意思让我给你面子？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认养，谁有钱你认谁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刘斌，你家才刚刚落魄，你就别是吧？忘记了以前我们林家是怎么帮你的吗？这个畜生！你他妈没有利用老子吗？他妈难道没有利用我们家周董？林家今年挣1000万，都是你们自己作的，活该！老公，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相互扶持的份上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好不好？滚！刘斌他不要我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哎呀，等你爸他们从周董的公司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好好庆祝一下了。爸，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去周董的公司拉投资了吗？妈，周和年他就是周董，现在投资没了，刘斌他还要我离婚。什么？啊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们已经得罪周和年了，要靠周和年解决我们林氏的麻烦是不可能了，只能委屈重生了。爸，你要让我去坐牢吗？我可是您的儿子呀！闭嘴！还不是你自己不争气。要不是你把我公司搞倒闭了，我们林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当初不是您要把公司给我的吗？怎么还怪起我来了？嘿，别把公司交给你，我还有错了，你个逆子！够了！我爸不能坐牢，他有了案底，以后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了。还敢跟我顶嘴了？你浑身上下什么都是我给的！别再说了，我有办法。丫头片子，少缠我，回房间去！巅峰杯数学竞赛冠军奖金1500万，只要我拿了数学竞赛的冠军，我们就有钱了，而且到时候还会有人跟我们合作，爸就不用坐牢了。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不愧是我的女儿，还是我女儿心疼我。好侄女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奖金拿回来，我要让刘斌那个负心汉后悔。以前给你请家教的钱确实没有白花，
好好比。哎，这什么操作也太菜了吧！是啊，爸爸记得你下周好像有个数学竞赛吧？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爸爸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怕你考不好了影响你的心情嘛。老公，你还不知道蕊儿吗？肯定是已经准备好了才会放松一下的。你看我妈多了解我，我早就复习完了，差不多能拿个第1名回来吧。那行，到时候啊，爸爸妈妈送你去。哎，不用，一个竞赛而已，你们忙你们的啊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这孩子这个。柔儿，这都马上进考场了，你怎么还在复习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拿冠军？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拿冠军的。那行，到时候啊，爸爸妈妈送你去。哎，不用，一个竞赛而已，你们忙你们的啊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这孩子这个。柔儿，这都马上进考场了，你怎么还在复习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拿冠军？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拿冠军的。上次我就是这么拿到竞赛冠军的，这次我照样可以。周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不会也是来参加巅峰杯的吧？不然呢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可是数学竞赛，就算你爸是周董也没用，考不好就是考不好。是啊，周蕊，别到时候考不过柔儿，回家找你爹哭鼻子，说我们家柔儿啊欺负你。你们家这个只会说废话、挑衅别人的毛病，是从娘胎带出来的顽疾吗？治不好了是不是？怎么吃一堑又吃一堑的呢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考生入场。进考场了，还你什么你？柔儿，我看这周蕊很有信心呐，你能考过她吗？放心吧，她肯定考不过我。待会儿我就给她点颜色看看。老师，这不是进贤高中林柔吗？你也来参加这次比赛，看来这次比赛的冠军非你莫属。老师，您太抬举我了，这儿还有这么多同学呢，而且刚刚那位周同学说了，他才是来拿第1的，真是蠢货，只会用这种手段，更让人看不起。老师，你们看他还骂我，这也太过分了！他是哪所高中，居然敢骂林柔蠢货？就是，从来没在市里见过他，说不定是乡下来的，装什么装？住口！文哲哥哥，你也来参加比赛？早知道你要来，我就跟你一块儿过来了。林柔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周蕊她不是那种人，你以后就别再造谣她了。许文哲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怎么替他说话？周蕊，你也来参加这次比赛了，以你的实力，这次冠军肯定是你的。谢谢。装什么装？住口！文哲哥哥，你也来参加比赛？早知道你要来，我就跟你一块儿过来了。林柔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周蕊她不是那种人，你以后就别再造谣她了。许文哲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怎么替他说话？周蕊，你也来参加这次比赛了，以你的实力，这次冠军肯定是你的。谢谢。都回到自己座位上，我宣布巅峰水杯竞赛第1场比赛开始。跟我比赛还想跟我抢许文哲？周蕊，这是你自找的。
有了这份小抄，这些题目都不是问题。我就不信我考不过周蕊。就剩最后一道题。老师，现在可以交卷了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周蕊，这才20分钟你就要交卷了，你不会要交白卷吧？林柔，周蕊本身就十分擅长数学，这题目对她来说就是小儿科，你怎么张口就诬陷？文哲哥哥，我这也是为了比赛公平，怎么就诬陷他了？就是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擅长呢？这可是数学竞赛题，他20分钟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我真是搞不懂，既然不会做，干嘛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？这位同学，为了比赛公平，我们是不允许提前交白卷的。谁说我要交白卷了？老师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全都写完了。不可能！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干什么？想抢我的试卷？还是想抄我的答案呀？我怎么可能抄你的答案？我只是替大家看看到底有没有撒谎。考官还在这儿呢，轮得到你来看我是不是在撒谎？周蕊，如果你没完成考试就交卷子，你们有权利取消你的比赛资格。你想好了？老师你自己看呗。居然真的写完了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他肯定是乱写的，就是为了扰乱我们其他考试的心态。就是，这可是巅峰赛，才开考20分钟，我不信能答完所有的问题。就是啊，害得我一紧张都没有做题思路了。老师，我提议要现场批改周蕊同学的试卷，如果他没有全部做对的话，就把他逐出考场。周蕊同学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老师，怎么能他说提前交卷你就提前交，他说反悔就反悔啊？那我们其他考生的心态都已经被毁掉了呀！我都不想继续考了。够了！你们是因为周蕊才不想考了吗？你们就是单纯看不惯周蕊。文哲哥哥，我们跟周蕊又没有仇，我们就只是为了比赛公平而已。林柔，你这个人真是，我好心放你一马，你却要偏偏自己找死。行，那就现场改试卷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还想提条件？扰乱考场秩序，我看林仁同学面子没把你轰出去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朱同学，你说，如果我的试卷全对，直接结束这场比赛，我就是第1名。林柔，你敢吗？比就比。好，老师，现场改试卷吧。林柔，你这个人真是，我好心放你一马，你却要偏偏自己找死。行，那就现场改试卷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还想提条件？扰乱考场秩序，我看林仁同学面子没把你轰出去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朱同学，你说，如果我的试卷全对，直接结束这场比赛，我就是第1名。林柔，你敢吗？比就比。好，老师，现场改试卷吧。我都没胆子担保全对，就不信他周蕊全对。这……哎呀，老师，周蕊到底考得怎么样啊？是啊，周蕊是不是0分啊？你们看老师的表情不就知道了？周蕊要是考了满分，老师怎么可能是这副表情？哼，我就说她不行吧。周蕊，虽然你人长得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但那又怎么？不还是被我们普通人给踩在脚下？老师，周蕊她真的考砸了。周蕊同学这份试卷全对。怎么可能？周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。真的全对。竟然真的全对。他真那么厉害？不可能啊！有钱人成绩不都很差的吗？既然周蕊拿了满分，按照赌约，林柔，你输了。我没输。子毛，你想反悔？林柔，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赌约可是你和考官答应，你想反悔吗？周蕊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压中了题目。不信第2场考试你还有这么好的运气？真能怪啊！你猜你就承认自己猜呗，还怪我运气好。哦，嫉妒我是吧？我懂。
老师，我愿赌服输，我们现在立马进行第2场考试，就不信第2场他还能有这么好运。好，那就准备巅峰赛第2场比赛正式开始。这场考试，看我不把你比下去，不让你认输，我就不姓林。巅峰杯第2场的题目果然难，我应该多写点小抄进来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会的，他周蕊也不会，我怕什么？周蕊怎么会回答的这么快？难道第2场的题目他也全都会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肯定是想搞我心态，我要赶紧做题。各位考生，专注答题，不要左顾右盼。老师，我写完了。怎么可能？这第2场比赛全是拔高题，我第1面都没写完呢，你怎么可能全部写完了？不是人，简直不是人！这种难度的题对我来说还是太简单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写完了。全都写满了，他竟然真的全写完了！这么难的题，他竟然回答的满满当当的。老师，请你们立即批改试卷，我就不信了，这第2套他还能全做对。这位同学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确定不再检查一下了吗？老师，周蕊从来不用检查的，您直接批改就行了。老师，直接批改吧，我有信心。他竟然真的全写完了！这么难的题，他竟然回答的满满当当的。老师，请你们立即批改试卷，我就不信了，这第2套他还能全做对。这位同学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确定不再检查一下了吗？老师，周蕊从来不用检查的，您直接批改就行了。老师，直接批改吧，我有信心。第1次是他运气好，我就不信这次他还能全对。完美的作答，周蕊同学在第2场竞赛里还是第1名。什么？我执教了30多年，从没有见过有人回答的这么快，更没有见过如此完美的试卷。各位同学，你们真应该好好看看这份试卷。啊，这道题原来是这样做的呀！我原来做了3个变法，我又不忘了。我操，这道题要用圆规吗？我就说我怎么都算不出来啊！周同学，你学习是不是有什么诀窍？可不可以教教我？是啊，周同学。看来周蕊就是巅峰杯数学竞赛的冠军了。实至名归，大家掌。周蕊拿到了冠军，就拿不到奖金。我拿不到奖金，人家就完了。我爸肯定要坐牢的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李柔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戳穿他！你要戳穿我什么？各位同学，可能你对他不够了解，但我知道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富2代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水平。他能考出这个成绩，肯定是作弊了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可能对他不够了解，但我知道，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富2代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水平。他能考出这个成绩，肯定是作弊。李柔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周蕊作弊？我就是知道，我带了小抄都考不过他，他不是作弊还能是什么？啊，怪不得周蕊你这么厉害，原来是作弊了呀！
不过数学竞赛很难作弊的，他是怎么做的？那可不一定。周蕊他家这么有钱，现在高科技的作弊方式多了去了。你们，林柔，你说我作弊，你有证据吗？没错，林同学，在竞赛里，作弊是非常严重的指控，一旦确认作弊者成绩作废，终生禁赛。那么林柔同学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周蕊同学作弊了？他是怎么做的？那可不一定。周蕊他家这么有钱，现在高科技的作弊方式多了去了。你们，林柔，你说我作弊，你有证据吗？没错，林同学，在竞赛里，作弊是非常严重的指控，一旦确认作弊者成绩作废，终生禁赛。那么林柔同学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周蕊同学作弊了？林柔，说话！你要是没有证据，那就是污蔑，你一样要禁赛。文哲哥哥，今天从一进来开始你就偏袒他，现在就算他作弊了，你还是相信他不帮我吗？林柔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没有证据，就是想污蔑我。我是没证据啊，因为证据在你身上。老师，周蕊作弊的证据一定还在他身上，我要求现在就对周蕊搜身。搜身？没错。周蕊堂堂正正考到第一，你凭什么要求搜身？他既然是光明正大，凭什么不让人搜身啊？老师，为了本次考试的公平，也为了给我们这些考生一个交代，我提议对周蕊进行一次详细的搜身。可是，没有这样的先例啊。林柔，按照规矩，进入考场前都会进行一次检查。在我们进来之前，主办方已经让考官们给我们检查过一次了。没错，除非我和李老师放水，否则不可能有任何考生有作弊的机会。你难道不相信我们吗？老师，我当然相信你们了，我只是不相信他周蕊的为人。其实林柔说的不错，周蕊，你要是堂堂正正考的第一，搜一下身也没什么嘛。是啊，巅峰杯的奖金可超1000万，还有大把的合作投资机会找上门来。光明正大，凭什么不让人搜身啊？老师，为了本次考试的公平，也为了给我们这些考生一个交代，我提议对周蕊进行一次详细的搜身。可是，没有这样的先例啊。林柔，按照规矩，进入考场前都会进行一次检查。在我们进来之前，主办方已经让考官们给我们检查过一次了。没错，除非我和李老师放水，否则不可能有任何考生有作弊的机会。你难道不相信我们吗？老师，我当然相信你们了，我只是不相信他周蕊的为人。其实林柔说的不错，周蕊，你要是堂堂正正考的第一，搜一下身也没什么嘛。是啊，巅峰杯的奖金可超1000万，还有大把的合作投资机会找上门来。周蕊要是作弊拿到了第一，那岂不是抢了人家林柔的人生？周蕊，为了比赛公平，那就请搜身吧。老师，你们就任由林柔胡闹？周蕊到底给文哲哥哥下了什么迷魂汤啊？让文哲哥哥这么想着他？文哲哥哥，待会儿我从他身上搜出作弊的证据，你就知道了。我绝对没有冤枉他。周同学，得罪了。林柔，凭什么搜我的身？就凭你的无凭无据、无端揣测。你是不是心虚了？周蕊，磨磨唧唧干什么呢？心里没鬼，还敢不让搜啊？周蕊，你赶紧让林柔搜完得了。你要是清白的，你还怕什么？就因为我是清白的，才不能任由他这么无凭无据的污蔑我，这是侮辱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说他没有证据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？行，你们想搜身，可以，但如果搜不出任何证据怎么办？你们谁来承担这个责任？少来这套，又在这儿虚张声势。你别以为装作一副很自信的样子，别人就会相信。作弊就是作弊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让你搜。如果搜不出来，你就等着我告你造谣我、污蔑我的律师函吧。林柔同学，要不算了吧，你还没毕业，没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影响你以后的人生。是啊，林柔，我听说你爸还背着官司呢，要不你闭嘴。老师，为了公平，我不怕。这可是你说的。
可能？这就搜完了？啊，真是凭自己本事搞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林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看来真的冤枉周蕊了。老师们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既然没有搜出来，那就能证明周蕊的清白了吧？各位考生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周蕊身上没有作弊工具，周蕊是无辜的。那么，我宣布本次竞赛已经结束，冠军就是等等，老师，在他身上没有搜出证据，是因为证据在他的包里，所以我现在要搜他的包。住手！时间差不多了，蕊儿也应该考完了。小王，备车，我要去接蕊儿回家。是。周蕊，你松手！你要是不心虚的话，就让我搜。林柔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本来就没作弊，我还一直让着你，你没完没了了！再不松手，我不客气了。林柔，你太过分了！周蕊的成绩是靠自己用实力考出来的，你不能因为嫉妒就诬陷她呀！你说我嫉妒？你说我嫉妒？难道不是吗？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这个小人的真面目。看吧。周水，竟然打我！不仅作弊还打我！老师，你们看他！周蕊，谁允许你考场上动手的？我打他，就是我不对我动手，他对我动手动脚威胁我的时候，你瞎了吗？你敢羞辱考官？你就是个是非不变的考官，我骂你都是轻的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当老师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我的包里没有任何作弊的证据。确实没有。那么好，既然搜了我的身，还搜了我的包，我要求也搜林柔的身。凭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也是为了公平呀。你慌什么？林柔，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？我怎么会心虚呢？你要是不心虚，那你怕什么？周蕊说的有道理，凭什么林柔搜周蕊的身就能又搜身又搜包的，轮到你就不行了？林柔，我看你现在很可疑啊，该不会是你自己作弊，反过来污蔑人家周蕊吧？我没有。不行，万一被他们发现我的小抄，就完蛋了。老师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觉得应该搜一下林柔同学。我们也觉得。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不行，李老师，既然同学们有疑问，我们就应该调查清楚。我支持这位同学搜身。搜身是吧？可以啊，搜吧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我不搜身。不行，别动我东西，因为你作弊的证据在这里。我没有，你们别信他。这不就是小抄吗？而且好像还是这次考试全部考题范围。真的，原来真正作弊的人是林柔。我没有，不是我的，是周蕊。周蕊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把这个小抄放到了我的笔袋里，不是我的。文哲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帮我给大家解释解释。林柔，证据都在这里了，你还要狡辩吗？老师，你帮我给大家解释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，这是大家都有的复习资料，根本就不算作弊，对吧？这位同学，现在人赃并获，就不要狡辩了。林柔同学，吕老师跟我说过你获得很多次竞赛冠军，我还赞叹过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娘子，没想到你从根上就是坏的。没有，这件事不处理不足以服众，我会上报给教育局领导，并且宣布永久剥夺林柔同学的参赛资格。不要！老师，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周蕊他家有钱，他不怕的，这个锅让他背，这个锅让他背。林柔，大
大家都是公平竞赛，凭什么你想让谁背锅谁就要背锅？凭什么你让我帮你我就要帮你？凭什么我要一直让着你？就因为你不要脸吗？林柔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什么人啊？嘴上说为了公平，为了大家，实际上为的是你自己的私心，故意针对人家周蕊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，他利用我们。哼！对呀，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啊？这样啊，就是啊。完了，被爸爸和爷爷知道，就彻底完了。小柔从房子出来，我们家的危机就算解除了。是啊。柔儿，你们说的不会是林柔吧？小柔从房子出来，我们家的危机就算解除了。是啊。柔儿，你们说的不会是林柔吧？你认识我女儿？咱们家柔儿这么出名的吗？是出名啦，在巅峰杯数学竞赛上比赛作弊，都已经被永久取消比赛资格了。我宣布，本届巅峰杯的冠军就是周蕊。同时，考生林柔作弊，取消其考试资格。谁说我孙女作弊？爷爷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根本就没有作弊，都是这个周蕊，他们都帮周蕊欺负我。我孙女儿不可能作弊。这是林柔作弊的小抄，人证物证都在。她说没作弊，你信吗？什么？我宣布，本届巅峰杯的冠军就是周蕊。同时，考生林柔作弊，取消其考试资格。谁说我孙女作弊？爷爷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根本就没有作弊，都是这个周蕊，他们都帮周蕊欺负我。我孙女儿不可能作弊。这是林柔作弊的小抄，人证物证都在。她说没作弊，你信吗？什么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我也是没办法嘛，我害怕赢不了比赛。赢不了就用作弊这种卑鄙的手段，你们林家人果然都是小人。说什么？周蕊，你给我闭嘴！次次坏我的好事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谁敢动我女儿？周和年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根本就没有作弊，都是这个周蕊，他们都帮周蕊欺负我。我孙女儿不可能作弊。这是林柔作弊的小抄，人证物证都在。她说没作弊，你信吗？什么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我也是没办法嘛，我害怕赢不了比赛。赢不了就用作弊这种卑鄙的手段，你们林家人果然都是小人。说什么？周蕊，你给我闭嘴！次次坏我的好事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谁敢动我女儿？周和年，我的天哪！周蕊的爸爸竟然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！谁敢欺负我女儿，造谣污蔑我女儿，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吗？爸，周和年来了，咱们赶紧走。周和年怎么也来了？这不是说吗？咱们才已经破产了，要是再激怒了周和年，那我们全家可就真的都完了。你们就别吵了，够，都是废物，走。什么？爸，他们这是让我去坐牢啊！我不想坐牢，爸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求我有什么用？林家都被你拖垮了，杰克，该走走，该劝解劝解，我们多活几年，要不然早晚被你们气死。郑清，别发火了，赶紧想办法呀！咱们就这一个儿子，他要是出事了，谁给我们养老送终啊？
是啊，爷爷，你救救我爸爸，他要是进去了，我这辈子也就完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秋霜，你想到办法了？什么办法？你说呀。周和年他怕老婆，确定？我还能骗你们吗？是刘冰之前想攀附周和年的时候查的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哼，周和年他不肯帮我们不要紧，我们去讨好他老婆。周和年他怕老婆，确定？我还能骗你们吗？是刘冰之前想攀附周和年的时候查的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哼，周和年他不肯帮我们不要紧，我们去讨好他老婆。好，对呀，只要讨好他老婆，有他老婆帮我们说话，那周和年还得乖乖的救我们。不过，怎么才能讨好他老婆呢？这你们就别管了，我都想好了。瑞儿，你妈妈试衣服试了多久了？2个小时，整整2个小时了，她居然还没想好去我姥姥家到底要穿什么。爸，我好困啊。我也是啊。整整2个小时了，她居然还没想好去我姥姥家到底要穿什么。爸，我好困啊。我也是啊。不行，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，要不然多给你妈妈扫兴啊。这身怎么样？端庄大气，有质感。但是吧，有点不够喜庆。你说这大过年的，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去岳母家不合适啊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衣柜里的衣服都试完了，没衣服了。还好啊。你们俩说什么？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说。老婆，我是说，你说你买衣服那都是上周的事儿了。那既然衣服要是不够穿的话，那再去买一些啊。对，有道理啊。妈，我和爸陪你去买，现在就去。你们2个陪我去啊？我还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一个只想打游戏，一个一心只想工作。好吧，陪我挑衣服也累了，你们2个就休息吧，我自己去吧。我就知道妈妈对我最好了。那行，老婆，一会儿结束了我去接你。好。我就知道妈妈对我最好了。那行，老婆，一会儿结束了我去接你。好。打游戏去喽！姑姑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破级？没错，周和年老婆最喜欢这个牌子的衣服，咱们这次出点血，把专柜的亲笔都包下来送给他，他肯定会对我留下好印象。我不懂这些，都听你们的。好吧。这件不错啊，这个你摆个姿势，再转个圈让我看看。你在跟我说话？不是说你还能是谁啊？快点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也是顾客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来帮您试衣服，您看行吗？我说让她试就让她试。你在跟我说话？不是说你还能是谁啊？快点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也是顾客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来帮您试衣服，您看行吗？我说让她试就让她试。没事儿，展示一下而已，我来就我来。谢谢您，女士。这还差。行了吗？再转一圈，我没看清。我说，
你能不能别像个木头一样啊？再多转几圈让我看看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空帮你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刷卡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？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？还敢走啊？我让你试衣服是给你面子，你还敢拒绝我，还给我甩脸子！我已经很配合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把你身上穿的衣服都脱下来，我就同意让你滚。哼，凭什么？我已经够忍让你了，滚开！哎，你敢骂我妹妹？我让你走了吗？女士，这件衣服已经被穿过了，如果您看上这件衣服的话，我现在就去给您拿件新的，给您包起来。晚了，我就要他身上的这一件，真是不可理喻！你们再故意不饶，我就叫保安了。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亲人，这位就是我们林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也配跟我抢？什么东西？林氏集团，林氏集团，在哪儿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他的衣服扒下来给我们！等等，你们林氏集团是不是最近刚找回一个遗失在外的儿子，叫周和年？哟，这了解得很清楚啊！没错，周氏集团的周董周和年，那是我大哥。哼，果然是你们！知道是我们还不客气点？实话告诉你，这次我们买的衣服就是要送给周和年老婆的。我哥最疼我嫂子了，我嫂子呢最喜欢这家店的衣服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件衣服让给我，我就告诉我哥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因为我就是周和年的妻子白温雅。什么？你说你是周和年的老婆？我怎么办？我们好像又把周和年的老婆也给得罪了。两个废物，怕什么？周和年那么疼他的老婆，怎么可能让他亲自来买衣服？很明显，那是假冒的。可是，秋霜，我们之前也是这么以为的，结果周和年真的是周董。对啊，姑姑，我们就剩这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要是再弄错，我们可就真完了。一个周和年就让你们送成这样了？你们好好看看，他这副包子样，怎么可能是周氏集团董事长的夫人？可是有什么好可是的？我们刚刚那么为难他，他如果真是周和年的老婆，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儿？我们林家还能好好的吗？姑姑说的对，你要真是周董的老婆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好啊，我现在就给周和年打电话。万一真说错了怎么办？怎么？喂，周和年。什么？你真的是周董的老婆？完了，我们真的得罪错人了，怎么办啊？老婆，怎么不高兴了？我已经在去接你的路上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是得问你啊！你的这些前妻妾简直是不可理喻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她真是周和年的老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跟你道歉呢！嫂子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呢！如果你想消消气，那就打我，怎么打都可以。跟你道歉呢！道歉？做梦啊你！你干什么？你让我联系周和年，我联系到了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哎呦，还装模作样的，你根本就不是周和年的老婆。你说什么？秋霜，你是疯了吗？他电话都已经打了，怎么能不是周和年的老婆？你要害死我们吗？是呀，姑姑，你想死别带上我们。我怎么会有你们两个这么扯的哥哥和侄女？周和年和他老婆这么恩爱，他要真是周和年的老婆，会直呼他的大名吗？随便你们信不信，我已经证明了我的身份。这衣服被你们看上了，晦气，我不要了。顺便提醒你们一句，不要拿着晦气的东西来我们家，我们周家不欢迎你们。站住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哼，我想好好教训教训你啊！这个世界上敢跟我林秋霜抢衣服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个，而且你还敢冒充我嫂子。我今天要是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是林秋霜。秋霜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要不等我去打听一下，等我们确认了再。干什么等啊？
你好好想想，她如果真是嫂子，那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得罪她了。我们林家还有希望，你还有希望吗？我们现在啊，早就该进去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进去，她肯定不是嫂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们是想干什么啊？你们等周和年来了，他不会人的。你个装货！你还敢说啊？竟然敢在我们面前冒充我嫂子！你尽管叫我。我哥要是真来了，我看他是帮你还是帮老娘！你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哥，你们终于来了！这儿有个人冒充嫂子，哼，不过呀，我们已经给他教训过了。哈哈哈，冒充嫂子，你们还教训了他？是啊，哥，不过我们也才刚开始，还没怎么打的。哥，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打。对对对，打到你满意为止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还要继续？你们敢动我妈？这。大侄女儿，你说什么？你妈？爸，怎么样？爸，你快看看我妈，看他们把我妈气成什么样了！哥，这都是误会呀，误会！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啊！误会！爸，哥，对不起。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啊，哥，我听你解释。哥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打嫂子是有原因的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哥。还有你们欺负我也就算了，还敢欺负我老婆！当初我就应该把你们都给打死。妈，爸，你快看看我妈怎么样了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和女儿以后怎么办呢？嫂子，我知道你最心善了。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不能去坐牢的，嫂子，求你了，你让我哥放过我们吧，嫂子。伯母，你就原谅我们吧，你放了我们吧。嫂子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嫂子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最心善了。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不能去坐牢的，嫂子，求你了，你让我哥放过我们吧，嫂子。伯母，你就原谅我们吧，你放了我们吧。嫂子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嫂子。嫂子，求你了。你们还好意思求我？我要是原谅你们了，还让你们3个小人继续留在外面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。没错，来的时候我已经报警了，3个就等着到牢里过年去吧。报警？不，哥，我不能坐牢，哥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接到群众举报，你们3人聚众围殴他人，带走。别碰我！哥，有什么话到局子里再说吧。哥，林成双，都怪你，老子这辈子都被你给毁了。你他妈还管我啊！你把我家都拆散了，你要不是你不争气，我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打死你个王八蛋！我打死你！别碰我！哥，有什么话到局子里再说吧。哥，林成双，都怪你，老子这辈子都被你给毁了。你他妈还管我啊！你把我家都拆散了，你要不是你不争气，我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打死你个王八蛋！我打死你！哥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打死你！哥，老婆，没事吧？真是活该，害得我们这个年过得鸡飞狗跳的。蕊儿，这一劫过去了，我们家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幸福的。是啊，
明年一定是个幸福年。天下相亲与相爱，终身千里，万幸此生一败。今夜万家灯火时，或许隔窗望梦中加精彩。天下相亲与相爱，终身千里，万幸此生一败。今夜万